启禀陛下，那北辰是戴罪之身，现在又有滥用温水之嫌。若派兵助他剿妖，恐怕会助长他的嚣张气焰，令众位仙家不服。恳请陛下降旨，勒令诸位仙家一律不准干预协助北辰剿妖，再同时停止库府对天河军的一切物资支持。陛下，请停止库府对天河军的一切物资支持。传令下去，九天门即刻撤兵，并令府库停止一切对天河军的物资支持。陛下圣明。陛下的意思是要我们即刻撤回九天门，不允许再参与天河军与齐来山之间的战争。啊！我还以为他们会勒令我们全力进攻齐来山呢，好尽快结束这场战争。不过，天河军涉嫌滥用温水一案，没有勒令我们进攻天河军，已经算万幸了。我去跟那石妖谈谈，把我爹要回来。天庭已经下旨让我们撤军了。那你什么时候撤呀？你放了我爹，我们就撤。这可是你答应过我的。等到我们迫不得已撤军的时候，你就会释放我爹。现在天庭已经下旨让我们撤军了。怎么好像你认定我会违约似的？我有说过我不放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现在就放了我爹？当然，我说话算话。天庭都下旨了，我肯定履行诺言。不过，要加一个小小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爹的塔在你那儿吧？那塔你又用不了，那是认主的宝贝，就别说你了，就连我都用不了，只有我爹才能用。哎呀，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。谁说要用啊？我只是稍微保管一下罢了。你爹我放回去，但你爹的塔，我先收着，等跟天河军的仗打完，我再归还。你看如何？爹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还是对不住你，要不是孩儿鲁莽，也不会让爹受这种牢狱之苦。为将者，当审时度势之进退，切不可逞匹夫之勇而累及全军。说来，为帅为父，我均有错，不怪你。爹，石头哥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只等入夜，便能将杨兰姐与风铃送离祁来山。我不会走的，休想把我送走。九天门撤军，这就说明天河军已经得到天庭批准，发兵祁来山。接下来将会有一场殊死搏斗。我送你走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为我好就可以擅自替我做主吗？你不是最讨厌任人摆布吗？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？此一时彼一时，此次大战生死攸关，我绝不能放任你留在祁来山冒险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你跟风铃必须离开。还像上次一样，把我打晕，强行把我送走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觉得这样是为我好吗？上次要不是黑子救你，你早就没命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到最后与你生死与共的资格都没有吗？祁来山是你要守的地方，也是我要守的地方。这是我们的心血。杨澜，别再让我置身事外。从遇到你的那刻起，我们的命运就已经连在一起了，生同生，死同死，我们绝对不会分离。师哥，
天河军已经到了，居然来得这么快。黑子，让地下城准备。是。端嘴，跟我去会会天河军。是。布阵！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个灵气堡垒啊！难得一次你不跑，就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吧。你的对手是我，我要为天刃，还有所有死于温水之下的亡灵报仇。天刃的事我承认，但我听说这个温水是你北辰元帅使用的，还不小心误伤了很多天河军呢。想杀我，单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恐怕不够分量吧？要不我让你叫上10几个天军来给你助阵，这以多欺少，才是你北辰元帅的风格啊！那总比某些人用温水偷袭来的光明磊落的多吧？唉，听说你把整个天河军都调来了，如此一来，我还应该谢谢你的抬举呢。要谢我，那就留下你的人头啊！那可不行，我这颗人头啊，这跟了我那么多年，相依为命。我要给了你的话，我会想他的。听说这天庭对你不待见啊，你这颗人头，不知天庭会不会买账啊？天庭的事，陛下自有定夺，无需你费心。既然都已经不待见你了，你还这么用心绞腰，何必呢？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为你那几10万兄弟想想吧。做神仙有什么好的？过来投靠我，我齐来山不排挤神仙，以你的实力，当个副将也不成问题。啊，想想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这多爽啊！而且我们齐来山不禁止谈婚论嫁。哎，对了，你那霓裳仙子死了吧？没关系，我再给你介绍几个。这妖怪啊，要多漂亮有多漂亮，绝不亏待你。再不行的话，还有一条刚掳来的母龙也让给你了。怎么样？我这老大够阔气的吧？而且加上你北辰元帅风度翩翩，谁不愿意啊？对吧？还是说，你一定要霓裳仙子？这也行，
我和你一起去地府把他给端了，查了生死簿，你爱复活谁就复活谁。你看，如此可好？那我还得多谢你十王的好意了。不过，仙妖不两立，这种事，哪天等我真的变成了妖，再说吧。放心，总有那么一天的。不过到时候我收不收你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这开国功臣的奖赏总是要多那么一点点，可别错过了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啊！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错过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风铃有急事相求，请你速速来祁来山救磐石。怎么没反应啊？老先生，老先生，风铃有急事相求，请你速速来祁来山救磐石。怎么回事？这老先生我一求他，怎么就没有反应呢？怎么办？天河军攻势这么猛烈，祁来山万一沦陷了怎么办？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救磐石？老先生，哎呀，小丫头啊，你这房间里咋连一点好茶叶都没有啊？我大老远的跑来，连茶都喝不上，这也太不厚道了吧！老先生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啊？老夫未卜先知，我就知道你有事要求我。那你看到我给你传玉简的信息了吗？老先生，我求你救救磐石。这个忙我帮不上啊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我是说，虽然我没有办法，但是我可以找个有办法的人。谁啊？天帝。天帝？天帝会帮我们吗？也许会吧。等老夫请他喝杯茶什么的，天帝一高兴，也许就帮我们了。老先生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消遣我？老夫是认真的。好吧，我去请天帝喝茶了。小丫头，你就放宽心吧。啊！老先生，老先生，老先生说的这么轻松，不会是跟我在开玩笑吧？我也真是的，这么大的事儿去求老先生，他也只不过是个普通的神仙。对了，我不能在这干等着，我得想办法去帮磐石。祝石妖走他该走的路，果然能让天道时愈合呀！哈哈哈！一切都在按照本尊的计划进行，功成圆满的日子不远了。看来我还得再推他一把。幸好凌云师叔留了八卦盘给我。不用管我，全力出击，一定要剿灭祁来山所有妖众。是。你受伤了？该死！这北辰元帅到底师从谁的？
速度不怎么样，撞起来还真是疼啊。按道理他修为比我低，不应该呀。你要是想走的话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得留下来，因为暖暖喜欢齐来山。这是干什么？全军戒备，特意阵型防御！全军戒备，特意阵型防御！这是要干什么？不用我们出手，我是战舰，就能把他们撞得稀巴烂。攻击部队配上攻击阵型，却没有盾兵，这是不打算防守的意思吗？准备。元帅，不用紧张，保持冷静。发射！保护元帅！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怎么都没有见过？这是天恒冒死得到的齐来山法器设计图和霹雳弹，其原理是从外部将灵力存储到法阵里，可以手动设定时间，时间一到便会引发对冲，从而爆炸。其杀伤力主要是外层的金属碎片。从这设计图上，并没有发现已知的北斗瑶光洞的风格痕迹，反倒是有不少昆仑山的风格痕迹。昆仑山的风格痕迹，杨岩兄妹就来自昆仑山。这难道是杨澜所制？不可能。若杨澜会制作这种法器，早在九天门和关江口之役，他就用上了。不对，这应该是那石妖所挟持的雾定真人制作的。元帅，现在的状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意料。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和人数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恐怕……难道你认为应该撤兵？末将无能，未能及时探出敌方情报。元帅，我军已阵亡上万将士，如果现在撤军，可向天庭禀明情况，待更新武器装备后再进齐来山，届时会比现在轻松得多。况且这些法器并不复杂，若有天庭的支持，我们造出这样的法器并不是难事。南斩之舟的温毒是这石妖所放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孤立我们。若我们此时撤兵，下一次开战必定是几年之后。几年之后，你们认为这石妖，他的实力能够增长到如何的地步？此时我们若退兵，凡间的妖众会慕名蜂拥而至，归顺于他。要拿下齐来山，其代价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大。我们没有办法等到克制齐来山的法器制作完成再来攻击，我们不能退，不能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末将愿血战到底，请元帅指示。请元帅指示。在天空之中，我们的船舰会成为他法器的标靶，所以我们要进入地面战。齐来山的妖众只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并没有共同作战的概念。只要我们能够进入地面，让他单一的法器没有办法发挥作用，化整为零，那么我们便有了胜算。马上命令舰队驶离齐来山，全面进入地面战。是。我们都必须有所觉悟，这也许是我们经历的最惨烈、最漫长的战役。而且，在座的各位，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活着看到战争结束，也包括我。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。若我不幸出事，帅位由天府代任；若天府出事，由天恒代任；天恒出事，由天心代任。无论是谁，一定要将战事
持续到最后，战到一兵一卒为止。是。无论为兵、为将者，一旦被俘，立即列入阵亡名单。临阵脱逃者，格杀勿论。此役，也许是这一战最后一役了。战胜，代表着3界重回我们天庭的手中，整个天庭都睁着眼睛看着我们。若战败，我们天河军将万劫不复。此战只许胜，不许败。是。天王，要不要出去走一走，见见下面的人，好让他们安心？咱们也赶紧撤离此地。我爹累了，先休息吧。见面的事，改日再说。天王，北辰求见，说有要事相商。不会是要我们增援他们吧？爹，您怎么看？要不要见见他？告诉他，我不见，我谁都不见。可是天王，北辰把战舰横在了我军前方，说今天一定要见你。如果不见，恐怕我们都回不去了。我说了，我谁都不见。马上离开祁来山，撤军，撤军，马上离开祁来山。是。北辰见过天王，事态紧急，北辰贸然闯入，还请天王见谅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，本天王还有军命在身，要即刻返回九天门，不得延误。北辰此次前来，是为了祁来山之战，希望借助天王之力，能够一举平定祁来山，剿灭祁来山的群妖。祁来山之战，元帅是想让我九天门军加入战场吧？是。我那琉璃宝塔被那石妖损毁，尚未修复。况且，天庭有命，命我军即刻返回九天门。元帅莫不是想让本天王抗命不存？此行若是只为此事，还是免谈了吧。天王可还记得陈塘关当初为了黎民百姓，将自己年仅8岁的幼子交给四海海王的那位顾总兵顾景？彼时不同今夕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有何不同？北辰只知道，为将者当有自己的操守，无论在天庭，还是在凡间都一样。想当年，可以为了陈塘关的一方百姓如此，如今又为何不能？祁来山的实力，想必天王比我还清楚。若任其做大，等到祁来山事成之日，就是天下苍生遭殃之日。届时，那祁来山的石妖与天庭分庭抗礼，天下苍生必定战火四起，生灵涂炭。试问天王，你又于心何忍？北辰呐，北辰，我是服了你了，我是真服了你了。整个天庭，也就你北辰敢打这样的仗。不过我劝你一句，这本来就不是应该打的仗。你听我一句话，尽早撤军。九霄宝殿上，陛下还能为你说上几句。若是战败了，谁都救不了你。不要让将士再流无谓的血了。当天庭的一众仙家顿悟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想到办法。为将者，天庭知道哪里就打到哪里，如何选择，不是我们能做决定的。我九天门不想掺和进去。既然如此，北辰也不再强求。北辰只求天王最后一件事，待你回天庭之后，请将祁来山的实力公之于众，请务必斡旋，为我天河军争来增援，让我们毕其功于一役，别让祁来山的妖孽逍遥法外，也别让那10余万的天河男儿枉死沙场。我说北辰呐，你真是白当了这么多年的元帅了。朝堂上的事情
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。是否出兵齐来山，岂能是我顾靖一番话一个人就能改变什么的？啊！若是如此，就请天王站在北辰这一边，为我天河军征来增兵。事已至此，我天河军实在无力独自拿下齐来山，北辰无路可退，还请天王成全。乌定真人也受那石妖的挟持，制作了大量的法器。天王，你莫再犹豫。好。28纪星，9曜星君够吗？再给你加上12元辰、5方护神、4级天神，够了吧？别急，等一等，等到天河军战败，我就去奏请圣上，把这些援军连同9天门诸将一起再度进剿，定能将齐来山妖众连根拔除。星君，若是以我此时启奏陛下，即刻派出援军，又当如何呢？想那北辰犯动情案在先，又滥用荼毒，祸害生灵在后，这样的不惩处，反去救援，将来天庭何以服众啊？看来齐来山一战，9天门军虽然寸功未立，顾天王却与醉将北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呀。星君多虑了，顾靖有此举，当真是那齐来山妖众势大，唯恐危及了天庭社稷，所以才会有。也不瞒星君，顾靖确实与那北辰见了一面，并且当面狠狠地斥责了其一番。他也心生悔意，并言此件战事一旦结束，即刻回天庭请罪。这思凡温毒案，星君还是能够拖一拖，从长计议才好啊。区区妖孽哪里就能真的危害天庭？我与你实说了吧，我现在派兵下去，必胜无疑。但是这功劳可就绕不开天河军了，这不就更助长醉将北辰的跋扈之气吗？青书太白，不能沟通。星君，稍安勿躁，这齐来山之祸，还请容顾靖细细道来。临行前，我与那北辰磋商过，他言若为此事，即使是付出些代价，他也在所不惜。只是现在剿妖之事刻不容缓，星君能否不计前嫌，为他指点一二？哦，他真这么说了吗？顾靖不打妄语。那这样的话，救援的事情也不是全无办法啊。他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们要我们承认温毒一案吗？立下认罪状。温毒本来就是齐来山石妖所使，现在竟然赖到我们头上，实在是可恨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分明是顾靖的诡计。那顾靖一直在意招圣神将一事，时刻都想削弱我们。你万万不可立下此状，此罪一成，我们天河军万劫不复啊！不是我们，只是我下令要放这温毒的。元帅，我们不用他们的援军，我们上下齐心，一定可以铲平齐来山的。他们有大量的妖怪增援，没关系，我们也可以去招些人来。元帅，这罪真不该呀！元帅，
太猖狂了！你怎么能这样？赶紧救命！陛下，这齐来山石妖已成凡间众妖之首，今日不除，他日必为天庭大患。为三界，为社稷，臣恳请陛下即刻拟旨，逐28纪星、9曜星君、12元神、5方护神、4级天神、南北2神同臣一同下界，剿灭齐来山。顾敬顾天王的奏请，诸爱卿以为如何？顾天王奏请，臣附议。那其他众爱卿可有异议？陛下，臣以为如此不可呀。那齐来山之祸，是否如顾天王所言的那般，已成燎原之势，未可知啊。倘若陛下此刻责令出兵，那天河军温水一案该如何断定呢？福星所言，是说顾敬在满口胡言了。不敢。不过，若是顾天王不慎看走了眼，高估了齐来山众妖的实力呢？如此小题大做，令天庭大军倾巢而出，这不是给天河军这支戴罪之师支持吗？所以，臣以为北辰所犯乃是死罪，若真要出兵，那也当先将其拿下。等天河军更换了他的统帅，再出兵不迟啊！若不如此，战后这功可不好论呐。好一个临阵换将！福星难道也想请缨阵前，令战功不成？对于此事，不知太白纪星有何见解？小臣以为此事甚好。哦，那是出兵甚好，还是换将甚好啊？臣之所指，出兵一事。既然如此，就依顾天王之意，拟旨增援吧。慢。太白，你又改变主意了？非也，非也。出兵一事，臣没有非议，只是小臣另有一物呈送陛下，请陛下一观。陛下，如陛下所见，北辰已就其滥用温水祸害苍生之事，供认不讳。哦，他已经承认了。哎呀，陛下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立刻派兵捉拿北辰。如此逆贼，岂可任其继续领兵逍遥？派兵进剿齐来山前，必须先将北辰拿下。若不镇压，三界不服啊！臣恳请陛下即刻下旨，免除北辰所有军务，将他捉拿归案。臣等恳请陛下多管。依太白的意思是，先解除北辰的职务，再派兵。臣以为顾天王所言甚是，阵前换将与战不利。但是那北辰是有罪在先，而且是大罪重罪，不罚何以服众？若不罚，我天庭如何统领三界？那太白意下如何？依臣认为，陛下不妨效凡间的军阀，功过不能相抵。那北辰有过在先，若论罪，战后当打入地牢，永世不见天日。倘若他令天河军在战前立下了大功，另行封赏，比如许他以凡人之身来世荣华富贵。若如此，即便不换将，亦无不可呀。
开党复义。见过圣尊。没事，忍着点，马上就好了。别来了，赶紧撤！赶紧走！赶紧过来支援！快走！天河军从通入西海的深潭推出这个地下城，快走！我们赶同青姐一起撤离。青姐，赶紧走吧，天河军杀来了。我就在这地牢待着，等天河军杀过来，我就说是他抢了我们静海的九龙棍，还掳了我来当压寨夫人，又威胁我们姚公不准上奏，这事儿正好来得干净。你这个姑娘是不是傻了？这地下城你要被埋在里头，谁管你是被迫还是自愿？还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？赶快走吧，姑娘！赶紧走！赶快走！快点走吧！我以为你不用我说都知道不要出来乱跑，要不是我恰好见到你已经死了。刚刚，谢谢你。那能抵消我欠你的诺言吗？不行。好吧，你说不行就不行。撤吧，地下城已经毁了，这里损失惨重。就算这仗赢了，我们也抵挡不住他们再一次的攻击。赶紧走吧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有机会东山再起。真有机会吗？经此一战，天庭还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吗？就算是走，那齐来山的妖众怎么办？我们两个是能走，他们走得了吗？我绝不会丢下他们，独自投生。齐来山多年的努力，毁在了天河军手上。这笔账，我一定要跟他们讨回来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拉上北辰做垫背。你一点也不像个王，什么都得自己扛。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扛。谁说的？还有我呢。我会一直陪你到最后，战到最后。行了，地下城交给我，你去对付北辰。
石头。